嗨，我是John，这里是松梅速六。今天呢，我驾着比亚迪来到一个海边，打算过一晚。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，一直有一个梦想，想买一台车或者是房车，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但是想要把车子改装好，开得上路，就必须考虑到很多，比如说安全性、便利、方方面面，更重要的是钱。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崛起呢，就让我重新对这一份幻想进行了审视。也许呢，新能源汽车真的可以帮我早一点实现这一份幻想。在这里呢，需要非常感谢北海比亚迪经销商 Arrow EV 为这一次的梦想买单。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那现在呢，我是已经准备了一些食物，然后就是准备用这个比亚迪的外放功能过一夜，再加上呢煮2顿，使用比亚迪的外放功能，它可以支撑多久？或者说呢，我可不可以挑战成功？祝我好运吧！趁着水还在煮的时候呢，就来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吧。今天晚上会用哪一些电哦？主要第一个是这个蒸锅，虽然它功力不大哦，可是我觉得应该会非常的费电。然后呢，就是后面的这2盏灯，也是通过比亚迪的这个外放电的方法去实现的这个供电。然后呢，剩下的晚上呢，就会在这里这个车厢后排，我已经放倒了，然后会在这里睡。在这一切看似非常顺利的情况之下呢，很快的我们就遇见了第一个问题：气窗太大。在没有办法之下呢，我只好把气窗给收起来，进行 Plan B 干睡。顾名思义，干睡呢就是在没有任何床垫的缓冲之下呢，在车子里面睡一晚。但是呢，很快我们就遇见了第二个问题，那就是车头灯不能完全的关闭。这很有可能呢是受到交通法规的限制哦。据说呢，在2013到2014年过后呢，所生产的交通工具、自行灯还有车尾灯呢是不能完全关闭的。当然，我不排除这有可能呢是我个人的操作问题哦。但是呢，我在网上查询了蛮多的教程还有资料呢，都跟我实际上的操作页面都有出入。如果有操作成功的朋友呢，可以在评论区里面解释一下这具体到底是怎么操作的。敞亮的车子呢停在四下无人的海边呢，可以说是非常的引人注目的，再加上呢天有不测之风云哦，当时想看的星空呢，大概率也应该是看不到了。所以呢，为了更安全的进行拍摄，我们只好把车子移到相对安全的地方再进行测试。这多多少少有点遗憾吧，但是自我安慰一下，这何尝也不是个特别的体验呢？然后刚刚也是花了蛮多时间在那个充气床上面的，所以感觉整个人也是有一些的累，所以就找了一个地方暂时休息冲凉一下，然后挑战也是需要继续嘛，所以就继续在车里面。那现在的电池容量呢还剩76%哦，那我们就看看明天早上还剩下多少%吧。现在呢，车子已经连续放了6个小时多电了，现在是早上6点23分。那中间我已经把它的温度调到26度，因为我发现
之前调了21度，还是非常的冷，所以就把空调调到26度，然后呢风力只是放了1格的，电量还剩71%，还算是不错的，平均1个小时只是耗了大概1%的电吧。结束了一个晚上的过夜用电量测试呢，最后我还顺便测试了回家20公里的用电量续航测试。总的来说呢，整个行程跟测试呢还算是相当的成功的。我本身对实验的结果呢还是挺满意的，可能唯一的遗憾呢就是没有的拍到星空了。为了这一趟的实验呢，我其实还做了蛮多的功课的，目的呢就是为了探讨新能源汽车呢有没有这一方面的可能性。我是发现呢，中国国内有很多新能源汽车的用户呢已经开始在这么做了，去郊游、野餐、露营的。非常的多，但是呢，在马来西亚就很少有类似这一方面的讯息或者是资讯了。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呢，又刚好遇见了北海 LEV 的专员，所以呢，就问看看有没有可能这一方面的资源，或者说呢，这计划的可能性。谁又能料到呢，事情进展的非常的顺利，很快的我又收到了他们的回复，声称呢愿意提供1辆车进行这一方面的测试，最后呢才会有了这一条视频。现在呢，前往北海 LEV 选定比亚迪的特定车款呢，将享有特别的优惠。非常感谢北海 LEV 的全力配合。总结经验，小野餐、聚会、小约会的确是非常的浪漫。在这里呢，还是建议大家尽量避免选择人烟稀少的地方。如果说逼不得已没得选的话呢，和3、5好友结伴为妙。床垫这一方面呢，如果有过夜的打算，可以选择使用这种轻薄然后可以折叠的小床，又或者呢购买一些小配件，把位置给垫长。情况允许的话呢，可以用一些睡袋或者说是比较厚的棉被呢垫一下。充气床的话呢，就尽量避免，因为呢现在市面上所售卖的充气床呢，普遍都是属于偏厚的，床垫一加上去呢，基本上就已经是到头了，完全就是不适用。用电预算这一方面呢，如果你是想要做烧烤跟火锅这一些用电量比较大的活动呢，这里是建议给自己留下大概18%的预算。如果是有过夜的打算呢，这里是建议留个28%的预算，也就是说呢，吃跟住总体留个38%的预算最为保险。趁着这一次机会呢，我也对比亚迪海豚有了更深入的体验还有了解。但是呢，基于很多人已经分享了比亚迪海豚的驾驶体验，所以呢，在这里我也不多做赘述了，我就简单的分享很多用户都经常用到，但是呢，经常忽略的一些基本功能。自从苹果发布语音助手以来呢，各大厂商也都纷纷效仿，某度、某爱、某精灵，只要跟智能扯上边的厂商呢，都会开发属于自己的语音助手，当然比亚迪也不例外。然而它好用吗？身为语音助手的高强度用户呢，比亚迪对智能助手的调教对我来说只能算是中规中矩，好用，但是呢还有待提升。比如说，我想打开天窗，但是呢在设置里面的指导跟真实的指令呢又有所出入。在这里呢，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，那就是比亚迪呢可不可以做一个用户说明书，或者说是出一个完整的教程。然后呢，就是比亚迪的语音助手呢，它是不支持中文的指令的。虽然呢，我们可以通过后期的刷机来实现这一项功能，但是呢，还是希望比亚迪可以针对国际的用户呢进行一些优化。地图导航呢，可以说是比亚迪车机的一大亮点了。除了应用画面有一点像谷歌地图之外呢，操作界面还有逻辑也是非常的直觉的，这一点呢是无可挑剔，非常的好。路线规划的响应呢是非常的快，这一点呢是值得给予肯定的。虽然呢，苹果用户可以通过连接 Apple CarPlay 来实现这个导航的功能，但是呢，对于目前安卓用户来说呢，车机有自带的导航系统呢，还是非常的方便的。跟汽油车相比呢，因为新能源汽车少了引擎的轰鸣声，让整体的驾驶感受呢有了更沉浸式的体验。与此同时呢，少了压箱的存在，让车子在加速的时候呢，进入了一种匪夷所思的丝滑顺畅感。安静的引擎、优秀的隔音，再加上非常棒的底盘调教呢，瞬间让开车变成了一种沉浸式的享受。
对于苹果用户来说呢 ，Apple CarPlay 配合上 Shortcuts 的自定义快捷方式呢，才是智能出行的最优解。比如说呢，当手机连接 CarPlay 的时候呢，它就会跟你说当前的天气预报，然后呢再询问你需不需要设置导航。当手机断开连接的时候呢，手机就会自动查询当前的天气状况。如果说天气显示会下雨的话呢，它就会提醒用户带伞，然后呢再询问是否记录当前的停车位置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分享。影片的最后呢，还是非常感谢 LEV 对这一次计划的全力支持。现在呢，前往北海 LEV 选定比亚迪的特定车款呢，将享有特别的优惠。想要购买比亚迪车型的朋友，可以去到这个地址。我是周，这里是松威速六，我们下次见。